今天就是前往加拿大的日子了，心情还蛮紧张，跟有点兴奋吧。搭桃捷到机场后，发现往外的飞机不到一个版面就全部都满了。在观景台欣赏飞机降落，等到自己的飞机起飞时间到了。这是我第二次打工度假，要前往加拿大，一个离台湾超过12个小时的国家，也是我第一次搭远程的飞机。这一次我是搭华的直飞到加拿大，机上有提供床垫，居然有充电插座，这是我以前搭廉价航空没有的。机上最特别的是，直接有显示加拿大跟台北的时间耶。在台湾时间凌晨1点多，然后加拿大11点左右的时候，那边他提供了底层飞机场，等于在机上的时候，他就会帮你调整时差。可这个时间还真的有点吃不太下去哎。凌晨的话，大概在台北时间快9点，加拿大时间大概6点左右的时候提供。上飞机后就这样跟着飞机上吃跟睡，不知不觉就到达加拿大了。我到加拿大后，实在问题有没有想象中严重，所以其实他就是在帮你调整时差吧，我觉得还蛮贴心的。到达加拿大后，这2个柱子就是经典的门口喽。因为接下来就无法拍摄了，先这样，入境后再说喽，拜。Hello，现在这边的话要分享一下，入境的时候要带些什么呢？因为我这边影片拍摄的时候是4月，可是其实我是9月入境的，所以我那个时候还是要填写 RFCAN。不过没关系，我这个时候是一样分享我那个时候的经验。第一个当然是护照咯，这是不能忘记的。第二个的话就是你的签证。那第三个的话就是你那个时候要填写 RFCAN。RFCAN 的话，因为之后不用填写，我这边就不再多说了。比较特别的是，我为了保险起见呢，我有自己去办了国际小黄卡。因为这个国际小黄卡，它之后可能也是不需要去提供的。不过我先跟大家再提一下。然后另外有一些那个网络上大家会分享说必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做1年的保险。然后因为我当初那个要买保险的时候，很多各家因为你知道台湾疫苗关系，所以很多各家的保险停保了，也就买不到1年的那个时候海外旅游险或是学生的那种旅游险，所以我就没有买保险了。另外呢，大家会说需要带上足够的证明你要旅游的加币，我那个时候是带了4000的，可是大家应该都会带至少1-2000吧，这样才安全吧。那至于我9月的时候入境呢，那个移民官问我的是什么问题呢？其实他只有问我一些疫苗的问题，我出去给他我的国际小黄卡给他看完以后，然后他看完我的资料，就直接放我过了。其实没有问我什么很多奇怪问题，其实过还蛮快的。那进到加拿大境内之后呢，你接下来要右转到那个移民局那边，把你的 POE 换成工作签证。然后这边我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就是我入境后呢，我先去拿我的行李，因为我想说行李应该马上就出来了。结果呢，我带着我的行李要去移民局的时候，移民局说不行哦，行李不可以拉进去，所以我把我的行李又放回那轨道上，让它继续跑，这是蛮犯傻一件事情。所以请大家就不要跟我一样，就是入境后你就直接先去移民局去拿你签证了。
以免到时候会被挡下来，这样子就会多浪费了你的时间。然后重点那个移民局呢，大家真正不用担心，因为你入境到加拿大的时候，上面那个标志呢，其实都有中文哦，我也是蛮意外的。而且重点它是繁体中文，还不是简体，我不知道为什么加拿大这样用繁体中文，这点让我真的蛮意外的。因为之前在澳洲的时候，其实看到的一些文字都是简体中文，所以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总而言之呢，你往右看到移民局那边后，直接进去排队后呢，你给那个移民官你的一些签证啊，还有护照，他会先收走，然后就说排队等叫号。等叫号好完后呢，其实他叫到我的号码的时候，他也没有问我什么问题，然后就直接看我的资料，就直接给我签证了。然后因为我当时在排队的时候，旁边还有一些中国人，我看中国人他们就被问了很多的问题，所以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台湾是台湾人的关系，所以我们的速度还蛮快的，所以我一路上进来呢，其实真的没有被刁难到什么，都还蛮顺畅的就进来了。然后当你拿完了签证出来后呢，记得要回去你的行李轨道上去拿回你的行李哦。接下来恭喜你，你已经到达加拿大的第一步了，拿到你签证，然后开始加拿大新生活了。那离开机场后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到你住的地方嘛。有些人是直接叫计程车去住的地方，那像我自己的话是搭捷运。捷运的话离机场是有点距离，可其实也是很好认。你只要离开机场出大门口后，往前直走，然后其实都有指标，指示还蛮容易认的。然后沿着指示往上走就是捷运了。然后那捷运的话，这是重点，但是捷运呢，其实都有中文的选项哦，所以大家真的不用太担心。在加拿大，蛮多机构都有中文可以选的。其实刚到的时候难免会很紧张。另外呢，我要补充几件事情，像我自己呢，是在进入到加拿大之前，就先把那个电话卡给申请好了。可是后来发现，其实是不用的，可以到时候就申请好了。因为我知道大家在到加拿大之前，难免会比较紧张，我想把一些东西就先办好。如果大家想要这么办的话，像我自己的话，就是去网络上找人家去办。然后像一些留学机构呢，他们也会有配合，是先把你的那些电话号码这些都先办好。可是真的是不用，因为到加拿大以后呢，的很多地方都有 WiFi，所以你不用担心，你没有手机你就查不到资料，而且办手机非常的快，其实是不用多久的时间就可以结束了。所以我觉得办手机这件事情可以到了再说。就是因为我9月的时候入境加拿大，那个时候疫苗政策还不是完全的开放，所以说虽然说那个移民官呢让我直接看完我的资料后直接让我进来了，可是呢隔几天后呢，我竟然接到检疫所的一些自动通话来说，我没有进行那个测试呢，就是 COVID-19 的测试，因为好像之前的政策是说你进来以后的第一天你就要进行你的测试，然后接下来在7天后还要在相关的单位去进行那个 COVID-19 的测试。可重点是我进来的时候，移民官没有告诉我要做任何测试啊，他也没给我任何的工具啊。所以如果是就之前的制度呢，你进来的时候，他其实是会给你一个，自己测试的工具，类似台湾那个自己测试的试纸。可是这次进来后我完全没有拿到，所以我就听到这个电话以后呢，我就是顺着他的一些问题，然后跟他说没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情，然后打完，因为那好像也是自动回话，所以我回完这个留言以后呢，回完那个通话以后呢，我就直接把它关掉了。然后之后也没有接受到任何关于检疫所任何的通话或是通知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政策也一直在变吧，可是那个系统呢可能会跟不上。就算是一个小小插曲吧，那时候让我蛮紧张的，因为他电话当中呢说，如果我没有做测试的话，我被罚5000块。我想，如果之前6、7月入境的人应该会比较有感吧，因为我刚好9月入境，9月中左右的时候入境，也已经刚好在10月要开通的末期了，因为11月1号就是已经是完全多不用任何的检验证明了，甚至你不用出示疫苗证明了。所以如果是10月后入境，恭喜你们，你们少了很多省税呢。你们只要把你的签证呢带到来这边呢，就可以很顺利入境了，甚至也不用带什么疫苗的之类，应该会更顺利。今天分享入境大家到这边啦，希望有帮助到你们。就是如果到入境的时候会紧张或一些疑惑的时候呢，可以有问题可以再问我，如果就我知道后会先回答你们。就先这样啦，拜拜。